证明人格分裂不是精神病。我培养出了24种变态人格，然后主动去精神病院申请治疗，结果病情不但没有被治愈，还把人格分裂开发到了恐怖的44个，其中最难控制的就是开膛手杰克、美食家汉尼拔、连环杀人魔数据、回魂小丑、月亮胡杰森，甚至是不属于人类范畴的野兽。而就在刚刚，我听到女儿失踪的消息后，病情开始恶化，44个人格彻底失控，一种难以抑制的杀戮欲望不断涌现出来。别等了，那群蠢护士找不到咱们女儿了，赶紧逃出这破医院！我抬起头，镜中的自己瞳孔一片纯黑，我知道自己又犯病了，但像眼前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遇见。人格居然会主动找自己说话，我想知道的是对方究竟是自己身体里的哪一个人格？你现在还有心思在乎这些吗？14天了，警察都没有找到女儿的下落，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只要失踪48小时，就可以被认定为死亡。镜中的我瞬间双眼布满血丝，两只手撑在镜子前，只感觉此时的脑袋如同有千万根钢针在扎。镜子中的我再次发出声音：离开这里，带女儿回家。对，我要离开这里，然后带女儿回家。我的眼神逐渐变得坚定，也就是在我做出这一决定的瞬间，医院监控室内，不好，001号病房出事了。只见此时的我瘫倒在了地上，一动也不动，好像晕厥了过去。负责监控的护工着急向我的病房赶去，他用手指探了一下我的呼吸，发现我还有气，只是完全失去了意识。正当护工打算通过对讲机将这里的情况汇报出去的时候，地面上的我那双布满血丝的双眼蓦然睁开，瞬间把护工撂翻在地，然后我换上他的衣服，一路绕开医院的层层看守，当着保安的面走出大门。医院负责人知道我逃走后急得焦头烂额，你们知道让这样一个家伙跑出去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吗？然而晕倒的护工觉得院长小题大做了，不就是一个普通病人吗？以前不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找人不就行了？至于这么着急吗？不料下一秒，院长狠狠抽了他一巴掌。沉默并非普通的人格分裂症，因为在他的44个人格中，曾出现过一个名叫野兽的人格，他有着超乎常人的力量和惊人的恢复能力，划出的伤口几乎在几秒钟内都可以复原。在野兽人格刚出现时，曾在医院掀起过一场暴乱，实心的铁门被一脚踹开，10几名护工同时用力，仍然撼动不了对方分毫，一拳就能将钢筋混凝土的墙壁贯穿。最终还是警方介入，开了40几针麻醉枪，才将其制住。这剂量足以撂翻一头大象。护工听后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不由得后背发凉。除此之外，医院的每个可以逃离出去的位置都有特殊人员看守，本来天衣无缝的防守，但硬是让陈默就这样大摇大摆的出去了。后来他们从监控中才觉察，在对方走出病房以后，路过所有位置的看守都像是没有看见其一样，这是目前对方表现出来的第2个能力。而此时的我来到了女儿的学校，只是3年时间过去，孩子现在究竟在哪个班上学我却不知道，是一个班一个班的找，还是直接找校方询问孩子所在的班级？我的大脑飞快运转，毕竟我是逃离医院的，如果被发现，必然会被再次带回去，所以我的行动不宜让太多人知道，只能隐藏于阴影之中，默默观察着这放学出来的人潮。突然间，我神色一怔，目光落在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女生身上。我并不认识对方，但我认识她脖子上的长命锁，这是妻子生前留下的嫁妆。女儿向来很宝贵，从小到大没离过手。我的表情顿时变得阴沉起来，心中莫名涌上了一股不祥的预感。茵茵的失踪和这家伙肯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紧握双拳，盯着那个背影迈动了脚步。女生小心翼翼的左右观望，确定没有人跟上来以后，轻车熟路的来到一条巷子中，而这里有2个更大一点女孩已经在这里等待多时。怎么办？现在好多人都在找那小贱人，警察已经来我家问过好多遍了。放心好了，只要我们不说出去，没人知道的。不就是一个没爹没娘的东西，至于这么多人找吗？3人的对话并没有刻意压低，所以站在拐角处的我听得清楚。一瞬间，愤怒冲破理智，我那双漆黑的眸子染成了鲜红色，缓缓从拐角处站了出来。你们刚才说的是茵茵吗？听到声音，3名女孩回头看向我，她们的眼神都闪烁起来。这家伙什么时候来的？他到底都听到了什么？我的目光缓缓移动，落到了其中一人身上。告诉我，茵茵在哪？感受着我身上的杀气，那人不由自主地退了几步。你谁啊？茵茵的东西为什么会在你们身上？我带着那一身暴力的气息又往前走了一步，给那3名女孩造成巨大的压迫感。只有最开头那名女孩反应了过来，你是陈茵茵的家长吧？我们是茵茵的朋友。说完之后还朝同伴使了个眼色，另外一个同伴也明白过来，对，我们是陈茵茵很好的闺蜜，每天都在一起玩。这3个人说话的时候眼神闪烁，呼吸加重，他们在说谎。心理师人格通过微表情警告着我，但我仍然是不愿意相信心中那个答案，仍然用沙哑的声音询问我的茵茵到底在哪？3名女孩眼神闪烁的让我再站近一些，这个我们只跟你一个人说，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心中急切，只好照办。但就在双方无比接近的瞬间，其中一名女孩居然从身后拿起一块砖头狠狠砸在了我头上，头破血流，我的眼前变得恍惚。这一刻，3名女孩齐齐抱起，对我拳打脚踢，打死她！她刚才肯定听到我们说话了，不能让她活下来。鲜血顺着我的脸颊不断流淌下来，眼前逐渐变得模糊。真是废物！怎么办？谁去收拾一下局面？呵呵，我可对打女人没什么兴趣，真丢我们的脸。算了，把那家伙放出来吧，反正他从来不挑食。就在我即将彻底失去意识那一刻，伴随着几道低声的对话，下一刹那，我的双眼变得一片猩红，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血染红一般的瞳孔，野兽般的利爪，2只吸血鬼般的尖牙若隐若现，并带着煞气的嘶吼声响起。怪物啊！3个女孩惊恐尖叫，被我此时的模样吓到，慌不择路的转身向着巷子外跑去。而3人这般的举动，更激发了野兽人格的捕食欲望，一股暴虐嗜杀之念疯狂涌起，身形快速移动，瞬间消失在原地。有人忍不住回头查看，竟看见难以置信的画面。此时的我竟然以手脚并用的方式跳跃在2边的墙壁上，速度快得惊人，刹那间就跳到了他们前方，发出野兽的低吼：“你这个怪物，别过来！”那手持板砖的女孩一边大声
的喊叫，一边拼命挥舞着手中的东西砸向我。但这一次，我仅仅一抬手便把板砖轰成面粉，紧接着身影一闪，直接冲至其面前，锋锐如刀的指甲直接刺破了女孩的脖颈，并将其举到高空。怪物，救命！救命啊！另外2名女孩已经吓傻了，我手指逐渐用力，不断有鲜血流淌而下，而那女孩则是满脸涨红，双目圆睁，挣扎也逐渐变得无力。但是，就当我准备扭断她脖子的那一刹那，随即是一声枪响。这一刻，我只感觉浑身酸软无力，整个脑袋昏昏沉沉的，仿佛马上就要睡着一般。直觉告诉我必须马上离开，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我立刻扔下了手中的女孩，纵身一跃，居然直接跳过了数米的高墙逃走。巷子口，一名穿着黑色风衣的男子对着对讲机低语说道：“呼叫总台，这里是第3小组，我们在城北区发现001的位置，请求支援。另外，这里还有3位受害者，1人重伤，2人轻伤。”汇报完毕以后，黑色风衣男暗骂一句：“卧槽，刚才那一管药剂的分量足够让一头牛连续睡上10天10夜，那家伙竟然还有行动能力，简直是个怪物。”而逃离的我正穿梭在城市的阴影中，只感觉此时的眼皮好似灌铅了一般，沉重无比，很想马上睡一觉，但理智告诉我，现在有很多人在搜寻我的下落，我不能让那些人找到，我还没有找到女儿，女儿还等着我去救，不能睡着。我用力将指甲掐入手掌，刺骨钻心的疼痛使我稍微恢复了一点精神。医院的人为了找我，肯定会将这片区域封锁，以自己现在的状态，想要逃脱出去太难了。既然如此，不如赌一把。我猛然窜出，全力飞奔在街道之上，而随着我身形的奔行，周围的建筑和人群纷纷倒退。在身体再次失去意志以前，推开一座居民大门，我跌进屋内，瘫坐在地。晕厥前的最后一刻，我看见的是一张白皙的俏丽容颜。老婆，我喃喃出声，彻底失去意志。爸，醒醒，你快醒醒！昏睡中，我迷迷糊糊睁开双眼，女儿陈茵茵站在眼前。茵茵，我一怔，随即露出了惊喜的表情。你去哪里了？你知不知道你失踪这几天，爸爸有多担心你？我立刻翻身爬起，想要拥抱自己的宝贝闺女，却一下子扑了个空，摔在了地上。茵茵，你怎么了？为什么爸爸碰不到你？这一刻，我脸上的笑容顿时僵硬，无助的伸出手摸索，却发现所触及之处，一切尽皆透明虚幻。爸爸，茵茵是来跟你告别的。小姑娘看向我，恋恋不舍的样子。茵茵马上就要走了，爸爸，茵茵舍不得你。不，茵茵，你在胡说什么？我瞪大双眼，急忙问，你要去哪里？去和妈妈一样的地方。陈茵茵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爸爸，可不许一个人哭鼻子哦。但是我却只感觉胸腔剧烈的痛楚袭击，一股浓郁的悲伤瞬间涌遍全身。我再次飞扑过去，想要抱住茵茵，但还是摔在了地上。等我再爬起来的时候，看见的确是老婆的身影。我呆呆看着自己的妻子，还像年轻时候一样漂亮动人。唯一不同的是那对温柔的眸子中布满了抱怨和失望。沉默，你就是这样保护我们女儿的？你真的让我太失望了。他冷冰冰地丢下这句话，便离开了房间，留下我愣愣地坐在原地。爸爸，茵茵走喽，你一定要幸福啊，茵茵爱你哦。耳边似乎又传来了那个熟悉的声音，茵茵，我嘶哑地喊着，猛然睁开了双眼，却看到面前坐着一位少女。你醒了，刚才有几个穿着黑风衣的家伙来找过你。听到黑色风衣，我顿时警惕地从床上坐起。放心，他们已经走了，我没有跟他们说你在这里。少女微微一笑，我听后长舒了一口气，皱着眉头看着写着749局文字的麻醉剂。难道真有这么一个神秘的部门存在，管控着像自己一样的突然觉醒者吗？如果是这样，那接下来的事情便麻烦了。一次抓捕不行，这隐藏于医院背后的749局必然会再派出更严密的抓捕，甚至是和自己一样的觉醒者。那个，你女儿不见了。见我醒来，少女小心翼翼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盯着她，你刚才昏迷的时候自己全说出来了。什么茵茵别走，老婆我错了，我对不起你。少女翻了个白眼，要不是这样，我早把你给交出去了。我的表情顿时一窘，最后在和女孩的聊天当中才知道，原来我已经昏迷了1天1夜。我的脸色瞬间变了，立刻站起身来。耽搁的时间越久，便意味着女儿的处境越危险。我必须找到那3个女孩。心中着急的我便是纵身从窗口跃了出去。喂，这里是6楼。少女追到窗台朝下一看，发现我居然稳步跑动了起来。她顿时眼前一亮。喂，你要是再被追杀，我这里随时欢迎你。少女的声音清脆，透着浓浓兴奋。记着，我叫秦瑶。她挥舞着手臂大喊，感受着风不断在耳边拂过。我心绪起伏，握紧拳头，感受着体内强悍的力量。自己获得了野兽的力量，虽然不是全部，但已经超于常人。只是自己并没有推开过属于野兽的门，可野兽依然出现了，也就意味着还有第2种不被自己所知的开门方式。我心情有些沉重，因为这代表着那些危险的家伙总有一天会借助我的身体出现。半小时后，我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家，这里充满着我对妻子和茵茵的想念。可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从楼梯间传来，我本能地将自己隐藏在阴影中，能听出来这是我大哥陈文和大嫂的声音。那3个女孩简直就是咱们的财神爷，每次打完那小贱人都能赔上不少钱，这一次更是给了咱们一笔巨款。大嫂十分满意的笑道，加上那个疯子留给小贱人的财产，够咱们的宝贝儿子以后娶妻生子了。而陈文则是透着浓浓的忌惮，他们现在都被陈默送进了重症监护室，随时有保镖看守才能睡得着。大嫂闻言脸色微微一变，随即便慌张地催促丈夫快点离开这个城市。角落里，我的身体颤抖，眼睛赤红一片，一股暴力的气息开始从我身上散发出来。我缓缓从躲藏的地方走出，正好与下楼梯的2人相遇。想起3个女孩的遭遇，2人被吓得脸色刷的一下苍白，连句胡拌话都说不出来。我女儿在哪？你们把她怎么了？我沙哑开口，一对暴力黑暗的眸子死死锁定2人。陈文重重咽了口唾沫，你冷静点。欺负小英的那3个女孩背景都不简单，她们一句话，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哪里敢招惹？所以就该我的女儿遭罪。我愤怒的直接把大哥的双腿打断，任由他痛苦的倒在地上翻滚。混蛋！我最后问你一次，我女儿到底在哪？陈文终于忍耐不住了，惊恐的喊了起来，你女儿被医院那3个女孩打死了，但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处理尸体的。在这之后，他们给了我100万，让我们把这件事当成失踪。顿时，我一股悲伤从胸腔蔓延，随后扩散到了全身各处，扑通扑通，心脏急剧的
收缩，血液流速陡增，心脏快要炸裂了一样。听听这丑恶的人血，你难道要就这样算了吗？我们应该去复仇，来吧，接受我们的力量，杀光那群畜生，为英英报仇雪恨。脑海中一段段冰冷而又带着强烈蛊惑意味的声音响彻在耳边。这一刻，我的精神仿若失控了一般，脸上的表情不断变换，恍惚中在我的脑海里仿佛出现了一道光门，从门后传来如同恶魔低吟一般的声音：来吧，接受这力量，毕竟我们本就是一体。这一次，我毫不犹豫将其推开，里面一直回荡着一种恐怖的声音：杀人就要偿命，杀人就要偿命。接下来就让我们的游戏开始吧。而此时的医院病房里，床上是那名受伤最重的女孩顾雪晴，虽然生命已经被救了回来，可因为脖子严重受损的原因，现在还发不出一点声音。这时，我猛地出现，一双眼睛死死盯着她，无尽的恐怖让她动弹不得，嘴巴张开却呼喊不出声音。我看着面前站立发抖的女孩，表情冷漠地伸出手取回属于自己女儿的长生锁，随后我缓缓咧开了嘴，露出来一口森白的牙齿。游戏家，给这个世界展示你精彩的创作吧。下一瞬间，我的瞳孔变为了湛蓝色，表情从之前的狰狞变成了虚伪的笑，然后轻抚女孩的脸颊，欢迎加入死亡游戏，我尊贵的小公主。顾雪晴满脑子只剩下惊恐，这一刻她明白了什么叫做绝望。她想要说话，想要喊叫，但是除了呜咽与呻吟声，根本没有半点声音。突然，刚走进病房的顾母宋婉吓得尖叫，扑面而来便是一股浓烈的血腥气息。只见病床上一滩醒目的血迹，床上的顾雪晴已经凭空消失。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不见了！宋婉如凄厉大哭，扑在病床上看向站在后面的调查人员。其中一个调查人员上前检查，发现病房的窗户是打开的。他知道能从20几楼来去自如的，就只有沉默的44号人格野兽。可是，如果此时作案的是野兽，那么对方的行动应当是直接从1楼一路杀上来才对。野兽作为沉默最早出现的危险人格，经过3年的研究，他们早对其了解颇深。野兽并没有属于正常人的思维，它具有常人10倍的力量、速度，甚至惊人的恢复能力，连子弹打出的伤口也能在1天时间里愈合。所幸智商上的缺陷，使其还算容易控制。今日的发现，让在场所有749成员无比凝重。野兽出现了趋凶避吉的行为，究竟是他身上发生新的变化，还是说在沉默的体内又有另一个危险人格觉醒了？告诉底下所有人，停下手头工作，出去找顾小姐。另外发布江湖悬赏令，谁能抓到凶手赏1个亿。749局和顾家同时动身，这2个临安市庞然大物，在这一刻彻底动用了他们最强大的势力。一时之间，1个亿的赏金让整个江湖风起云涌，各路帮派社团闻风而动。当顾雪晴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发现自己被锁链捆住悬吊在半空，而在她身下数米处是一口已经烧开的油锅。而就在这时，我以一个恐怖的玩偶人形态从角落走了出来。游戏开始，现在宣布游戏规则，玩家需在10分钟内使用脖子上的钥匙打开脚上的锁链，否则死。伴随游戏规则的宣布，顾雪晴这才注意到锁链上的齿轮装置，在其上方还有一个倒计时，每当倒计时过去1秒，链齿便会微微转动下降。在它的下方是正在滋滋冒泡滚烫的热油。这时意识到危险的他彻彻底底的慌了。监控器中，我默然注视着上面的画面，没有半点怜悯。我会慢慢折磨他们，一遍一遍，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地狱。你确定749局的人不会通过网络追查到这里？我转过头，面前摆着一面镜子，镜子中的我露出邪恶的笑容。放心，我可和那只知道捕猎的蠢货不同，玩游戏我是专业的。下一秒，镜子中的我又变得狰狞，看着镜子中明明是自己的脸，却能清晰地分辨出2人。我也不知道放这家伙出来究竟是好是坏，但目前在整个临安市都在找自己的情况下，我确实需要这样一个经验丰富的帮手。野兽给予自己异于常人的力量，游戏家是罪犯中的智者，两者结合必将产生难以预料的化学反应。而我期待接下来的改变。这3年为了女儿，每天承受44个人格不同的思想在大脑中交织，时刻承受剧烈的头疼，生不如死，整整3年。如今我再不需要忍下去了，就让这些恶鬼降临人世吧。同时，一场刺激的直播在各大论坛、贴吧、博客等地悄然展开。哇，一进来就这么刺激吗？铁锅炖自己，主播真是一个狼人，比狠人还要多一点。切，这算什么？网络上早就揭露了类似的骗局，一定是加了醋，因为醋的沸点只有38度，只是表面有油，是烫不伤人的。如此猎奇的直播开启的一瞬间便吸引了大量的网友关注，不过几乎没有人会相信直播中的画面会是真实发生。废弃厂房中，顾雪晴终于开始了行动。现在油锅距离她仅有半米，炽热的热浪让她身上汗流浃背，生死的压迫使她不得不压榨身体的潜力。钥匙就在她的手上，只需要打开脚镣就能活下去。她聚精会神，全心投入其中。可是突然，手中的钥匙滑落，扑通一声就跌进了下面的油锅。她顿时一片绝望。我就知道是这样，接下来主播是不是要表演徒手掏油锅了？我赌5毛钱，一会儿主播的手伸下去是什么样子，伸上来还是一样。直播间的观众一副早有所料的样子，直到顾雪晴将手伸入油锅，沸腾而起的蒸汽伴随着撕心裂肺的惨叫，顾雪晴的脸蛋扭曲成一团，痛得快要晕厥过去。此时的油温早已烧得滚烫，比先前还要更高的温度，而她还需要继续在里面探索，直到找到钥匙的下落。剧烈的疼痛让她无法准确感知到钥匙所在的位置，她只能将每个角落都摸一个遍。最终手拿出来的一瞬间，屏幕前的观众全都吐了出来，胃部翻江倒海，快报警！这居然是真的！我感觉我一辈子都不会再想吃虎皮鸡爪了。等等，直播中这个女人怎么看起来那么眼熟？这不是顾家的千金吗？而此时的顾家豪宅内，黑衣保镖将手机递给顾龙虎，上面显示的正是我直播间。看着屏幕里一片血肉模糊，顾龙虎不禁觉得有些反胃。旁边的宋婉如凑过来，看到直播间里的画面，顿时被吓得双腿发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嚎啕大哭。这个疯子当真是没把我顾家放在眼里。顾龙虎怒气冲天，对着手下吩咐，立刻召集人手跟我去救人。对不起老板，对方的技术手段很高超，我们没能查到对方的位置。黑衣保镖神色严肃，顾龙虎难以相信的瞪大了眼睛，你们不是
是国际最顶尖的雇佣兵吗？居然连一个精神病人都查不出来。这时，地上传来宋婉如祈祷的声音：“女儿加油，你可以做到的。”只见在此时，废弃厂房中的顾雪晴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潜能，竟真的让她打开了脚腕上的镣铐，但她却付出了一只手的代价。我们的女儿活下来了。宋婉如泪流满面地看着屏幕，旁边的顾龙虎也是不着痕迹松了一口气。伴随任务完成，直播画面猛然闪烁了起来，一个连线请求被发送到了他们面前，两人惊讶地对视了一眼，为了女儿，还是选择了接受。紧接着，一个佩戴和玩偶人同样诡异面具的男人出现在屏幕当中：“放了我的女儿，不然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顾龙虎顿时来到屏幕前，厉声发出威胁，而画面中传出男人瘆人的微笑声，这笑声令人毛骨悚然，仿佛地狱恶鬼的狞笑，让刚才还气势汹汹的顾龙虎顿时心底涌现一丝寒气，忍不住退后了半步。“放心，顾总，我可是一名遵守规则的游戏家，你的女儿通关了游戏，我自然不会杀她，只是以她现在的伤势，有些不太乐观。”男人用戏谑的声音缓慢开口：“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我女儿？”顾龙虎硬着头皮问。男人突然轻蔑地笑了起来，笑声越来越大：“明日正午，成交的烂尾楼，我要那另外2个千金大小姐出现，否则你就给你女儿收尸吧。”话落，连线被切断，顾龙虎狠狠将手中的手机砸碎。身为一方商业巨鳄，什么时候有人敢这样跟他说话？“老公，我们真要按那疯子所说的一样去做吗？”宋婉如脸色苍白，语带颤抖地问道：“现在给我联系赵家，还有唐家2家家主，事关雪晴能不能得救，不能行也得行。”次日，成交烂尾楼，顾龙虎来到和我约定好的地点，顾某在这里先谢过2位能够出手相助，今日之后，无论结果如何，顾家永远是2位家族最忠实的盟友。他感激不尽地对着在他身边的2个中年人道谢：“顾老弟客气了，这都是应该的。我今天倒是要看看是什么样的疯子，敢同时图谋我赵家、唐家、顾家3大豪门的千金。”说话的男子正是临安市有着活阎王之称的赵家二爷赵庆，在他身旁身穿武道服、中年白发的，则是这次唐家派来的高手。来了，凶手发信息了，看清手机上面发来女儿的所在地址。顾龙虎顿时欣喜若狂：“那2位，这里就交给你们了。”话落，他脚不停留地离开了这里。顾龙虎走后，从后面走出2名妙龄少女，他们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另外2个凶手。突然，咯吱咯吱咯吱的声音从远处传来，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坐在首位上的赵晴突然微微皱眉，众人显然也有同样的发现。他们循着声音的源头望去，竟是一个骑着自行车的木偶人，诡异面具上空洞的眼眶直直注视着众人，让众人感觉汗毛竖立，毛骨悚然。是那个疯子来了！2女被面前这一幕吓坏了，尖叫出声，装神弄鬼的把戏罢了。大家不要怕，虽然嘴上说的轻描淡写，但赵晴内心却隐约产生了丝丝不安。楼下全部是他安排的人手，这东西是怎么出现在这里的？为什么没有一个人传来警戒？去把那个破烂玩意给我砸了！这世界上能吓得住你赵爷我的人还没出生。赵晴故作镇定，装作不屑一顾的样子，但那微不可察的吞咽动作还是出卖了他此时的真实心理。他已经尝试过用对讲机联系下面的手下支援，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也就意味着他的人都被解决了。那些可不是街道上普通的混混流氓，而是个个手上都有家伙事，身上背有人命的亡命徒，个个身经百战，结果现在连个屁都没放就被解决了。是老板。看到玩偶人那诡异的外表，壮汉还是有些发怵。只见他小心翼翼凑近，确定并无危险，这才疑惑地将其拿在了手中。老板，这好像就是个普通的发条玩具。他不禁嘲笑起自己上一秒的谨慎。不过这木偶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壮汉用力甩了甩，又将玩偶人放在了耳边，只听到里面传来滴答滴答指针转动的声音。不对，壮汉突然瞪大了眼睛，意识到了什么，却为时已晚。砰！玩偶人的头部突然打开，不断有绿色的气体弥漫而出。在场的众人还想逃离，但这气体蔓延的速度极快，只是眨眼间便覆盖了整层楼。此时此刻，他们只感觉眼皮沉重的要命，身体也越发僵硬起来，双腿更是像灌了铅一样，每抬一步都精疲力尽。这究竟是什么东西？赵晴颤抖着开口，他努力睁大双目，想要看清楚前方的道路，但脑袋却越来越沉。2个千金大小姐更是连1秒钟都没有撑过，当场晕厥了过去。之后便是所有人全部晕倒。当他们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出现在了和顾雪晴同样的废弃厂区中。赵晴被吊在了半空上，身为打手的壮汉以及那白发中年人被强制面对面绑在了一个外形奇怪的机器上。机器上一共有3条可移动的锯条，每个人手中都有一个摇杆。姓陈的疯子，你居然敢阴我们，有本事出来和我们公平公正打一场！赵晴看着就在他脑袋下的锯条，脸当场就绿了，甚至都顾不上去管自己女儿现在何方，声厉色行地对着空旷的厂区威胁道。可四周寂静无声，滋滋滋滋。在这样的环境下，诡异的木偶人再次骑着自己那小小的儿童独轮车，缓缓出现在他们的视野。身为艺人的壮汉第一时间开始挣扎，他的双拳如同烧红的烙铁，升起炽热的高温。以往在这样极致的温度下，哪怕是钢铁也应该有融化的迹象，可面对这将自己束缚的机器，却是毫无作用。这一刻，他额头上顿时布满冷汗，心中更是一凉。壮汉抬起头看向正在他对面的白发中年人，见其手臂上青筋暴起，显然也是用尽了全力。2人对视的一瞬间，都是从对方的眼底看到了深深的难以置信。终于，地上的玩偶人动了，他机械地抬起头，下颚一动一动，对着已经被吓得满头大汗的赵晴开始说话。哟，看来这次的玩家都很有干劲啊！既然这样，那我就给大家添个彩头，只要谁能获得游戏的最终胜利，谁就能拥有挑战我的资格。规则很简单，在你们面前一共摆着3个电锯，分别代表3名玩家，玩家可推动手臂前的摇杆，操纵电锯的走向，直到杀死其中1人。听到了吗？火拳，我们2个联手把那个唐家人宰了！赵晴骂骂咧咧的催促。都是到如今了，他也懒得再讲什么江湖情义了。对不起了，阁下。壮汉抱歉地看了一眼对面的唐家高手，收人钱财替人消灾，他也是为了谋生。话落，他便是发动全身力气推动手中的摇杆，只见面前的锯条猛地飞速旋转起来，伴随着刺耳的摩擦声，朝着白发中年人所在方向袭去。面对这样的情景，白发中年人没有半点惊
心慌，甚至可以用平淡来形容。咔嚓，电锯在距离白发男子几厘米处停下，因为他开始了发力。相较于体型魁梧、一身肌肉硕大的艺人壮汉，这位唐家高手显得文质彬彬。但当他开始发力时，壮汉加上赵晴两人竟是无法承受，紧咬牙关，连同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可硬是不能撼动分毫。眨眼的功夫，锯条便是来到了壮汉身前，伴随痛苦的惨嚎声，壮汉的胸口血肉飞溅。唐家的这位兄弟，我给你100万，救我离开这里。见势不对，赵晴立即改口，按照目前游戏的规则，只需要死一人，另外2人便能活下去。他顿时改变操纵的方向，向着自己的手下移动。赵晴，你居然这样忘恩负义！见上一秒还联合自己的赵晴瞬间变身墙头草，壮汉怒从心中起，一时间潜能激发，居然奇迹般的再一次将电锯推了回来。这一次电锯来到了赵晴身前，500万，想想你的家人。赵晴知道对方的软肋，连忙高喊。果然，壮汉听后脸上有所动容，电锯逐渐向着白发中年人的方向移动。这一下，白发中年人也感受到了压力，眼看着胸口的衣服被锋利的锯条划出了个豁口，他咬紧牙关，再一次加大力度，居然又把锯条推了回来。到底有完没完了？赵晴在心中暗骂了一声，要不是2人都像是用尽了全力的样子，他恐怕都要认为是这2个家伙合起伙来戏弄他。火拳，要是今天我不能活着出去，你就永远别想见着你老婆孩子了。赵晴语气阴沉的威胁，之前倒是他小看了唐家派来的这位高手，分明不是艺人，力气却大得出奇，难怪唐家这么自信，一共就派出他的艺人。是老板，生死压迫下，再加上老婆孩子的威胁，壮汉拼命了。只见他整条手臂都变得通红起来，浑身全身上下升腾起温度极高的蒸汽，手臂青筋暴起，他再次占据上风。白发中年人以一敌2，艰难抵御。就在3人这边陷入僵持的时候，顾家那边，顾龙虎夫妇已经顺着地址来到了另一座废弃厂房外。顾龙虎看着厂房紧闭的大门，立刻发号了施令，还不快进去救小姐！伴随命令传出，四周的职业保镖纷纷一拥而上。而厂房内，听着外面的脚步声，顾雪晴目光之中尽是惊恐。她被绑在一个上方悬挂有铡刀的机器上，不能动弹，口中咬着一根麻绳连接着前面的大门，一旦大门打开，上方的铡刀就会掉落。那个疯子根本就没有想过放过他，甚至要借自己父母的手杀人诛心。顾雪晴瞪大着眼睛，恐惧的泪水从眼眶里流了出来。门外，一众职业保镖已经开始撞击起了大门。顾雪晴拼死咬住口中的绳子，不让头顶的铡刀落下。她知道自己现在只要一松嘴，等待她的便是万劫不复。顾雪晴这一刻只感觉心中无比绝望，眼看着厂房的大门仿佛被什么东西拉住，门外的顾龙虎紧咬牙，向后一个助跑，随即猛然朝前扑去，用力撞击在了大门之上，一颗沾血的牙齿飞出，大铁门轰鸣作响，应声打开，机关随之触动，一具无头尸体出现在众人眼前。我的宝贝女儿！顾母发出凄厉尖叫，当场瘫倒在地。顾龙虎同样也是呆滞站在原地，看着这触目惊心的场景，他们害死了自己的女儿，是他们杀了自己的女儿。至此，我复仇计划中的第一人已死。监控室，我平静看着面前的3个画面，喃喃自语：女儿，第一个畜生已经得到自己的惩罚，接下来我会把另外2个也一一送下来陪你。然后我的目光又缓缓落在了最后一个监控画面上，这才是今天的重头戏。赵家、唐家2大家族的千金，害死女儿的另外2个凶手，冰冷潮湿、穿着华贵的少女从肮脏的下水道醒来，一只老鼠掉在了她的脸上，她微微动了一下身体，朦胧地睁开眼睛，看清楚自己的处境以及周围的环境。一瞬间，她整张脸庞变成了猪肝色，当场惊恐地尖叫起来：诗诗，是你吗？微弱的呼喊声从后方的管道传来。赵诗诗转过头，很快发现了另一个千金大小姐唐倩。诗诗，真的是你！说话之间，唐倩爬到她身旁，他们都被扔到了下水道，只不过2人所在的位置有一段距离，要不是那一声尖叫，他们可能还无法这么快汇合。倩倩，这里是什么地方？我们接下来怎么办？赵诗诗看着四周的环境，脸色苍白如纸，颤抖着声音问道。下水道内阴暗潮湿，令人窒息，最关键的是，所有管道都长得一样，完全分不清楚方向，更不知道这些管道分别通向哪里。地下的温度很低，赵诗诗和唐倩2人衣物都已湿透，沾满了污水，身子瑟瑟发抖。唐倩强忍着恶心，低声安慰：别怕，家族的人肯定都已经出动，找到我们只是时间问题，我们一定要撑住。有了熟悉的人陪伴，之前那种恐惧的气氛消散了不少，他们互相搀扶着朝前寻找出口。过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两女再次回到原路。完了完了，我们都要死在这里，那疯子根本就没想过让我们活下去。唐倩哭泣着，完全丧失了希望。等等，前面好像有东西。赵诗诗突然眯起双眼，在他们前方不远处摆着一个崭新的木箱子，与周边的环境格格不入。他们试探性的来到木箱子前，将其打开，里面有着一些食物、水、急救装备，还有指南针。太好了，诗诗，有这些东西，咱们都可以离开这里了。唐倩当场喜极而泣，再一次看到了生的希望。冷静一点的赵诗诗则更加感觉到不安，这箱子显然是被人特意放在这里，很明显是绑架他们的人所为。那疯子到底想干什么？这时，寂静的污水水道突然响起那熟悉的声音 ：“Hello， 2位大小姐，别来无恙啊！”无论是赵诗诗还是唐倩，都是被这声音吓了一跳，两人的身体皆是情不自禁颤抖起来。但仔细一看，才发现声音的来源是木箱子内一个只有巴掌大点的小人，和之前出现在烂尾楼的木偶人相同。小人的嘴巴一动一动。现在你们所在的地方是位于临安市地下30米处的排污管道，半个小时后，这里将被污水填满。你们必须在这期间内找到能够成功到达地面的通道，而在你们的身体内各自藏着一份管道的设计图。这时他们方才知道木箱子内急救包的作用，在木箱子的底部分别放着2张 X 光胸片，一张属于赵诗诗，一张属于唐倩。可以清晰的看到，一张被塑料薄膜包裹的小图纸被放置在他们心脏周围。接下来你们有2个选择：自我牺牲，或者拿到位于对方心脏的图纸。现在游戏开始，木偶人继续发声，机械而冰冷的话语让之前还一副姐妹情深模样的2人迅速远离了对方。反应稍快一点的唐倩更是直接抢走了急救包里的手术刀，拿在了身前。倩倩，你难道要相信一个疯子的话？
赵诗诗不敢轻举妄动，只能勉强笑道。两女都是在这一时间检查起来自己的身体，竟发现在 X 光胸片所标注的位置真的有一道刚刚缝合的疤痕。赵诗诗崩溃地对着周围大喊：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们？你不就是想要钱吗？要多少我们都给你。温馨提醒，由于你们刚才耽误的时间，现在你们只剩下10分钟考虑。木偶人出声提醒：诗诗，要不然你就让我试试吧，我以前学过一些急救知识，不会让你死的。唐倩听后再也坐不住了，她可不想死在这里。顾雪琴那一场直播她也观看过，在成功通关以后，陈默真的遵守了承诺，没有杀人，至少在这一点，那疯子是没有骗人的。不，我不相信你。赵诗诗一边叫着，一边后退，用余光寻找着武器，可周围除了污水还是污水，没有任何能够让她当做武器的存在。诗诗，对不起，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唐倩说完，猛地朝着赵诗诗扑去。赵诗诗自然不会就以待毙，也和唐倩纠缠在一起，企图夺刀。两个曾经的好闺蜜，如今彻底反目，互相厮杀在一起。结果倒在地上昏迷不醒的却是唐倩。毕竟赵诗诗是赵晴的女儿，耳濡目染下还是学过几招防身术的。可现在生死面前，她已经没心思再去管对方的死活。此刻她还有60秒行动的时间离开，要不这里马上就会被污水填满。然后赵诗诗在唐倩胸口发现了设计图所在的位置，她紧张地打开图纸，发现确实是这里的设计图以后，顿时如获珍宝。地面上玩偶人口中再次传出我称赞的声音，直接戳穿了赵诗诗的虚伪，值得表扬，不愧是你，居然果断选择了抛弃身边的同伴，获得了前往第2道关卡的地图。赵诗诗的表情顿时僵硬，这和之前说好的不一样，你骗我，你分明说只要拿到地图就放我们走，我什么时候说过放你们走？我从一开始就告诉过你们这只是管道的设计图，可从来没有说过这地图可以让你们离开。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又被耍了，所谓的地图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谎言。另外，赵小姐，外面的污水已经在开始排放，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玩偶人阴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伴随这句话说出，从四周的污水管道真的传来水流翻涌的声音。赵诗诗再也顾不上愤怒，不敢耽误，连忙按照图纸上的指示进入了第2道关卡。这是一条长长的管道，当赵诗诗进入其中，后方的出口便被当场封死，在她的前方则依然是一道被锁死的铁栅栏。想要打开铁栅栏，便必须转动面前的轮盘，而轮盘上存在着一道机关，转动轮盘的同时，上方的巨轮便会转动，也就意味着，若是他想从这里离开，就必须得舍弃一只手。是舍弃一只手，还是选择溺死在这里？请做出你的新选择。我那戏谑的声音再次传出，四周已经逐渐有水流蔓延而至，达到了膝盖位置。赵诗诗呆滞地站在原地，盯着锋利的巨链，她已经可以想象出那血肉飞溅的场景。她崩溃地瘫坐在地，对着空荡无人的四周大喊：我错了，我该死，求求你放过我吧，求求你了，让我做什么都可以。这个声音是诗诗的吗？在墙壁的另一边，是刚刚通过第1道关卡的赵晴。那场游戏的最终结果，白发中年人赢得了胜利，火拳当场死亡，被电锯开膛破肚，然后他再次被那种奇怪的绿色气体笼罩，失去意识。当他醒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在这里。他抬起头，斑驳的墙壁上现在正挂着一台破烂的电视机，屏幕中一阵雪花闪过，我那佩戴诡异面具的身影出现在屏幕前。赵晴，临安市地下大名鼎鼎的笑面阎王，杀人如麻的你，是否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也会像狗一样向他人摇尾乞怜？纵容子女的你，又是否想过有朝一日自己的血亲也会被他人欺辱？宰割，生不如死。你们自持高人一等，可以随意践踏他人尊严，甚至把受害者逼上绝路。若不让你们知晓痛苦与恐惧，你们永远不会悔悟，更加不会改过。今日所有角色对调，你也该尝尝那些无辜被你女儿迫害、欺凌的弱者感受。赵晴眉头一紧，诗诗也被这疯子抓了起来。废话少说，你不就是想玩游戏吗？赵爷，我陪你玩。赵晴双目圆睁，神态狰狞。但是你要记住，但凡赵爷我今天没死，就算是把临安市挖个底朝天，老子也一定会把你找出来，千刀万剐。期待你接下来的表现。我的声音毫无波澜。下一秒，电视屏幕上的画面一转，赵诗诗的身影出现在了屏幕中，紧接着是我讲述规则的声音。现在，你的女儿被关押在与你1墙之隔的污水道中，10分钟内，那里将完全被污水淹没，而在你的喉咙处有着把可以打开出口的钥匙。赵晴这才注意到自己的咽喉处不知在何时被人动了手脚，现在缠满了绷带，还有些隐隐作痛。在他的面前还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是一把锋利的手术刀。是牺牲自己，还是眼睁睁看着你的女儿被活活溺死？我的声音充满了玩味，是选择独善其身，还是救下自己的女儿？赵晴的脸色当场阴沉了下来。所有人都知道，她这一辈子天不怕地不怕，唯独女儿是她的软肋，谁动她的女儿，就等于要她的命。她死死盯着桌面上那把手术刀，以自己多年混迹江湖的经验，割一刀下去，未必会死，顶多会暂时失声。接到女儿以后，若是抢救及时，也能保住声音。女儿只有一个，他昂起头，扯开脖子上的纱布，咬牙割了进去。由于不知道钥匙的具体位置，他只能将伤口全部扒开找个遍。刀片入喉，剧烈难耐的疼痛痛彻心扉，似乎要将他整个人撕成2半。赵晴面目狰狞无比，浑身的神经似乎都被牵动，剧烈颤抖，无比的疼痛让他到了忍耐的极限。但他努力用最后的意志，无数次告诫自己，绝对不能晕倒，否则刚才所做的一切都将成为白费，女儿也将无法得救。他一咬牙，硬生生将被埋在血肉中的钥匙扯了下来。画面中，污水已经淹没到赵诗诗脖子的位置，他仍然在犹豫。女儿，别怕，我来救你了。赵晴拖着虚弱的身躯，艰难挪移，她的眼眶早已红肿无比，鲜血浸透了纱布。终于，她将钥匙插入锁孔，墙壁另一边的赵诗诗同时伸出了手，她最终还是选择舍弃并不常用的左手。看着屏幕上的画面，赵晴疯狂摇头，想要告诉墙壁另一头的女儿，自己已经拿到钥匙，可喉管遭到破坏的她，只能发出无意义的呵呵声。不能再坐以待毙了。赵诗诗不知道墙壁另一头发生了什么，只知道自己若是再不采取措施，就要被生生溺死在这里。只是一只手而已，她的呼吸加重，不断说服着自己。但就在她准备动手之时，我的声音
响了起来。恭喜你，赵小姐！她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找到那说话的小人，期待接下来的反转。可怜天下父母心，你的父亲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为你换来了生路。父亲来救我了！赵诗诗眼中顿时涌现出希望，不过很快又露出了担忧。父亲现在会不会也在经历着和他相同的事情？接下来我的话印证了我的推断，现在需要轮到你去拯救你的父亲了。看到屏幕另一头，赵诗诗停止了动作，赵晴深深松了一口气，她不想自己白白付出代价，却依然没能保住女儿的手臂。管道内的污水逐渐退下，紧接着里面的灯光全部消失，四周变得一片黑暗，寂静无声。你是否愿意？赵诗诗毫不犹豫点着头。如果能找到父亲，两个人在一起，生还的几率将会大大提升。好的，现在在你左手边的位置有着一根木棍，务必将其保管好，以防在接下来的行动中遭遇不测。你弟父亲就在下一个关卡中等着你来拯救。伴随这句话，两边的灯光全部关闭，通道缓缓打开，双方都只能看到一片黑暗。爸，你在这里吗？赵诗诗双手握着木棍，小心翼翼地走进这间屋子。她突然想起我刚才的话，父亲需要她的拯救，也就意味着她的父亲现在正遭遇险境，再加上手中木棍这样的道具，他极有可能要面对敌人。想到终于能够和父亲会合，赵诗诗的心中便是不由一阵激动。黑暗中，她挥舞着手中的木棍，小心翼翼地向着前方探索。我就在这里。眼看女儿终于脱离险境，赵晴一直悬着的一颗心也是终于落下。她刚想要出声，却是突然想起现在的她失声了，说不出一句话来。谁在那里？听到四周的异动，赵诗诗顿时紧张起来，厉声喝道：“我父亲在哪？你把他怎么了？快告诉我！”黑暗依然是一望无际的黑暗，没有得来任何回应。赵诗诗的情绪越发失控，而赵晴的脸色则变得难看起来。她突然意识到陈默想干什么了，借刀杀人，借自己女儿的手杀自己。在诛心，这疯子好毒！她拼命想要发出声音提醒自己女儿。赵诗诗已经循着声音走了过来，语气变得越发的狠厉，说：“我父亲现在在什么地方？你把他怎么了？快说！”赵晴心中难受的要死，绝望崩溃，她多么急切想要说出自己的身份。不行，自己绝不能让那疯子得逞。一想到自己死后，女儿得知真相后被彻底逼疯的样子，赵晴不知道从哪里又升起了力气，虚弱的从墙角撑了起来。她必须想办法告诉女儿她的身份。那个人在逃跑。听出黑暗中那个人并无战意，赵诗诗顿时意识到对方和自己一样都是被抓来的，而不是那个疯子，胆子顿时大了不少。站住，你别想跑，反正在自己手上已经沾了不止一条人命了，现在也不差这一条两条。赵诗诗彻底杀红了眼，追着黑暗中那个脚步声，便是一棒子抡了下去。这一棒子直接打在了赵晴的脑袋上，打得她直眼冒金星。女儿一定是把我当成其他人了。赵晴有些不知所措，在她的手中还有一把手术刀，如果她想还击，肯定是能第一时间消除危险的。可那不是危险，而是她的女儿，她的亲生女儿。虎毒尚且不食子，此刻的她终于后知后觉，那疯子算准了他会选择牺牲自己的声音去救女儿，所以留下了这样的布局。从一开始，一步一步环环相扣，自己会怎么想、怎么选、怎么做，都在陈默的预料之中。这一刻，他对这疯子心中的恐惧达到了极点，他不能还手，可也不能死。究竟要用什么办法，才能让黑暗中的女儿知道自己的身份？说话呀，你到底把我爹怎么了？久久没有得来回应，再加上黑暗中那人一直躲避，不敢还击，赵诗诗确定对方的状态肯定不算好，不然也不会连她一个女人都害怕。她胆子也大了起来，开始主动出击，悄然循着声音靠近，手中的木棍便是重重落下。赵晴的身上本就带有重伤，这一棒子下去，瞬间倒在了地上。此时此刻，他眼中充满了不甘和无奈，他不想伤害女儿，也不甘心就这样死在这里。突然间，赵晴脑中灵光一动，想到了一个办法。既然无法通过话语交流，那就通过文字。虽然四周的环境一片黑暗，但他可以通过在手心写字的方式告诉女儿自己的身份。这一刻的他心中再次涌现出了希望。只见他在一阵缠斗中，突然抓住了赵诗诗的手，用手指挠了挠对方的手心。可赵诗诗完全没有领悟他的意思，还以为对方是在调戏自己。你这个死变态，给我去死吧！精神紧绷到极致的赵诗诗一脚踹翻了面前的赵晴，这一刻仿佛找到了情绪的宣泄口，挥舞着木棍，毫无节制的拳打脚踢，直接就是要活活将其打死。而赵晴失去了这最后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彻底没了抵抗能力，只能不断承受着来自自己女儿的痛击。他没有想到，纵横江湖一生的自己居然会以这样的方式落下帷幕。直到死前，他手中依旧紧握着那把手术刀，他完全有能力还击，但在这一刻，他主动放弃了生的希望。咔嚓，关闭的灯光再次亮起，四周的墙壁上、地面上，赵诗诗的脸上到处都是血迹，她不断大口呼吸着，胸口剧烈起伏，眼睛里闪烁着兴奋和激动。当目光落在地面，她的表情当场僵硬住。赵诗诗只感觉浑身发凉，脑海一片空白，尖利刺耳的哭喊声响起，充斥着整个空荡的密室。赵诗诗双目赤红，不断撕扯着自己的头发，只剩发疯前最后一丝理智，万万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自己居然亲手把父亲给杀了。她终于明白了，那家伙根本没想放过自己，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与其继续被他玩弄，不如自我了断，也算解脱。赵诗诗一咬牙，面色决然，接过父亲手中的手术刀，猛地抵在了自己脖颈大动脉处。陈默，你一定会遭报应的，我在地狱等你。就在手术刀距离脖子一线之差的时刻，他最终还是狠不下心来。爸，对不起，你也肯定希望用自己的命换我活下来吧？一切都是那个疯子的错，我不能死。赵诗诗的表情狰狞扭曲到极点，她抬起地上的两把武器，继续前进，又是前进一段距离。赵诗诗再次进入一座空旷的密室中，伴随几道强烈的光束聚集，她皱着眉头睁开了眼，
眼，竟发现在远处的高台上出现了一道让他无比意外的身影，是唐倩。她胸口的伤痕已经被缝合，被纱布包裹，并无大碍，只是脸色有些苍白，居高临下的看着自己。此时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被数道强光照射的赵诗诗心中则隐约升起不祥的预感。唐倩，在上一轮游戏中，为了获得唯一逃离的机会，你最为信任的闺蜜不惜对你下手，将你留在冰冷肮脏的污水道腐烂发臭。现在赵诗诗的性命就掌握在你手边的2个按钮上，按动左边的按钮，下方的空间就会被污水填满，而赵诗诗将会被活活溺死在你面前。按动右边的按钮，你们2个将获得共同离开这里的机会，依然是2选1。现在请做出你的选择。听到我话的瞬间，赵诗诗顿时变色。按照她连续通过2个关卡的经验，我所告知他们的每个规则之中都存在着陷阱，通过心理误导他们做出错误的选择，越陷越深。他急忙试图安抚如今情绪激动的唐倩，可此时的唐倩满脑子沉浸在赵诗诗居然抛弃她的愤怒中，几乎毫不犹豫选择按下了左边的按钮。随着这个动作，哗啦啦，污水从4面8方涌来，眨眼间便是淹到了胸口的位置。赵诗诗在水中拼命挣扎，却根本不管用，最终只能绝望地看着唐倩。唐倩，救我！她凄厉哀嚎，希望唐倩能够救下自己。哈哈，救你！你之前对我动手的时候，怎么没有想过会有这一刻？唐倩狂笑，神情癫狂，全然忘记了是他先向赵诗诗动手，最终被反杀。就在他得意洋洋的时刻，机关转动的声音再次响起，他所在的高台正在缓缓下降。唐倩的笑容瞬间消失，惊恐无助地瞪圆了双眸。哗啦，巨量的污水顺着高台的缺口涌了进来，而这一幕正好落入了赵诗诗的眼中。哈哈，唐倩，你这个贱人，就和我一起下地狱吧！赵诗诗哈哈大笑起来，眼中痛快无比。你不救我，你也别想逃掉。他怨毒地盯着唐倩。就这样，2个千金大小姐绝望地浸泡在浑浊的污水中，等待着死亡。监控室听到身后的脚步声，我的嘴角微微上扬。目前加入游戏一共5人，如今还能自由在外面行动的只有1个，那就是最开始那个白发中年人。这家伙的警惕性很高，第1次被迷晕后便有了警惕，所以第2次并没有中招，而是逃脱了出去，连我也没有找到他的躲藏地点。没想到现在会自己送上门来。我知道你和唐家小姐之间的恩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弱肉强食。白发中年男人声音平淡，这还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能够凭借武力拆除机关，强行闯入到我身边的玩家。人终归到底也不过是高级一点的动物。男人一边说着，一边向着我的位置走来。我们之间的距离正在不断拉近，都能互相感受到对方身上那种强烈的战意。是啊，对于这点，现在的我深刻领会。我缓缓从座椅上起身，当我转过头以后，男人目光顿时一凝，因为他从我身上感受到了与众不同的气息。这股气息非常的纯粹且凌厉，仿佛一头张开了獠牙的猛兽，随时准备好进行狩猎。这不得不让男人郑重对待。呼，他的拳速奇快，带着呼啸的劲风，这是一套标准的古典拳法，拳势绵软，但是却暗藏杀招。我也同样脚步一点，像是迅猛的猎豹一般飞快冲了出去。2者交手短短半秒钟时间内，彼此之间已经对撞了不下10拳，拳速太快，以至于我们身周都形成了残影。他背在背后的右手在微微颤抖，明明出拳没有任何章法，却出乎意料的棘手。大约还有2分钟的时间，那里就会完全被污水淹没，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我面无表情，语调没有丝毫波澜，可我身体中蕴含的那股气息比之前更加凌厉凶猛了，瞳孔也在不断收缩，原本黑色的瞳仁逐渐转化为血红。嗖，话音落下的刹那，罗龙已经欺身扑了上来，他的速度快到了极致，直奔我胸膛打出空气炸裂的一拳。我抬起胳膊架在胸前硬扛了这一拳，咔嚓，骨骼碎裂的声音传来，我整个人倒飞了出去。轰隆，巨大的响声震荡四方，整片区域似乎都在颤抖。我砸碎一块岩石之后跌坐在废墟之上，嘴角溢出一缕鲜血，2只手臂耷拉在2侧，呈不正常的弯曲状，显然是已经骨折了。我说过，你不是我的对手。罗龙轻描淡写，而我并没有回应，只是缓缓从地上站了起来。咔嚓咔嚓，伴随着清脆的关节摩擦声响起，我的身体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了原状。这样的变化看得罗龙眼皮狂跳，这简直违背了世界医疗技术理论，匪夷所思。他的心中突然产生一股强烈的危机感，立刻再次朝着我狂扑过来。而这一次，我的应对和之前相比却仿佛变了一个人般，拳风带动空气中的气流形成强烈的压迫感，让他无处可躲，动作极快，在罗龙眼中如同一阵疾风，甚至来不及做出反应，就已经被一拳轰飞。拳头击中罗龙的胸口，他吐了一大口血，难以置信地看着面前的我，这居然是8级拳。对方仅仅只看了一遍，就学会了自己的8级拳，甚至连师出名家沉毅多年的自己一时不察，也没能抵抗得住。砰！又一记重拳落下，罗龙脸色惨白，身体摇晃，勉强稳住脚步。可还未等他站稳，又是一记重拳狠狠砸来。啪！罗龙抬手格挡，结果手臂传来一股撕裂般的剧痛，随后他便听见咔嚓脆响，自己右手脱臼，竟生生骨折。只是他就没有像我那样超强的恢复能力了。很遗憾，你失去了最后救人的机会。我俯瞰着口吐鲜血的罗龙，身后屏幕之中，赵诗诗以及唐倩所处的密室已经完全被水淹没，2人的身体无意识地漂浮在水中，不知死活。那可未必，你猜我消失那段时间都去干了什么？罗龙抬起头惨笑道。此刻有若隐若无的警笛声从地面上传来，749局的支援就在附近。他用最后一丝力气昂起脖子，大声喊着：“我们在这里！”罗龙伤得非常严重，却始终坚持着没有昏厥过去。不许动！数十名真枪核弹的特警循着声音冲入密室，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便是位于最前方穿着黑色制服的3男1女。我转过头，危险地眯起了双眼，野兽的特征更加明显，浑身充斥着杀意与狂暴。下一秒，我猛地出手，直接捏碎了罗龙的喉咙。周围所有特警齐刷刷举起了手中的武器，那3男1女也是纷纷向前一步，在他们身上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化，或变成人狼，或身上凝聚出冰霜。其中1人操纵起金属，而4人中唯一的女子更是在一眨眼的时间里蜕变为火焰之躯，战斗蓄势待发。呼，陈先生，你终于醒了。
精神病院。我朦胧地睁开双眼，面前是洁白的天花板。此刻的我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像是睡了很久，头好痛。突然间，我捂住脑袋，只感觉剧痛无比，像是有1万只蚂蚁在啃噬。怎么样，有没有感到好点？这时，身旁传来关切声音，转过头，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中年男人，他戴着金丝框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我这是怎么了？我迷茫地看着自己的双手，似乎忘记了很多事情，很多重要的事情。是这样的，陈先生，你已经晕迷整整半个月时间了。这半个月里，我一直在你身旁照顾你。男人满脸关心地说道。他是我的主治医师王小明，医院的人都称他为王教授。听完他的话，我努力回想，但大脑却越发混乱。你有觉得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王小明温柔地问道。我没有回应，而是自顾自地思考着。也就是说，这半个月里，我都在医院里，从来没有离开。可之前发生的那些事情又是怎么回事？我皱着眉头，脑海中闪过一些陌生的词汇：艺人、鼓舞、人格觉醒。对了，还有女儿。我女儿现在怎么样了？找到她了吗？我着急地抓住王小明的手，无比焦急地问道。我还记得自己收到女儿失踪的消息，而收到我的这个问题，王小明却是满脸莫名其妙。陈先生，你什么时候有女儿了？从来也没听你提起过呀。王小明的话令我的表情顿时僵硬。怎么可能？我女儿一直被寄养在大哥家里，她每天都会来看我。还有那些，我突然想起，女儿每次来都会给自己带来礼物，可转过头却看见一片空旷。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我痛苦着捂着头，问出自己的困扰。我将梦里的内容告知给面前的王小明，而从我口中听到艺人、鼓舞等词汇，王小明的表情更是当场严肃了起来。陈先生，如果真和你所说的症状一样，看来您的精神疾病变得更加严重了。你没有女儿，更没有大哥，3年来，从始至终你都只是一个人。王小明告诉我，我的女儿早就在妻子难产而死那一天就胎死腹中，而我因为接受不了现实，才患上了如此严重的精神疾病，更幻想出了一个女儿的人格。至于艺人和鼓舞，那更是天方夜谭的事情，完全是只有小说电影中才存在的事物。我又向自己的主治医生询问了有关野兽人格的事情，对方则拿出了专业的检测报告。其实所谓的野兽人格，就是发狂后失去了理智，身体自动屏蔽了疼痛，所以才会好几个成年人都加在一起也治不住。怎么可能？怎么会？我喃喃自语，脑子里充斥着难以言喻的情绪。王小明则是摇头叹气。陈先生，既然你不相信，我们可以拿出证据说话。随后，王小明拿出了我被关押在精神病院3年的所有录像，以及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医院昏迷的视频。我不相信医院的话，不认为自己已经疯到那种程度，连自己的记忆都出现了混乱，所以只能有一个问题，他们在欺骗自己，而自己需要拿出反驳这一切的证据。我不知道的是，此时在观察室中，几个熟悉的人影正忌惮无比地看着病房中的我。这家伙以后不会再出来捣乱了吧？西装革履，一副成功人士打扮的男子皱眉问道。请唐家主尽管放心，我们已经给001服用了上京最新研制成功的抑制药，效果很成功。现在他不仅忘记了自己的过去，还彻底隔断了和其他人格的联系。站在男子旁边正拿着笔记记录着什么的，正是我的主治医师王小明。罗宗师和我弟弟就是死在他手上。赵家如今的家主现在正眯起双眸看向病房中的我，神色不渝地说道：因为这个疯子，他们唐家损失惨重，不仅损失一位宗师，更损失了赵秦这个家族砥柱，可谓是元气大伤。准确来说，是001体内43号人格和44号人格所为。野兽的力量配合超高的智商，拥有极强的复制能力，只需一眼就能复制一名宗师的毕生所学。这样的家伙存在简直是鼓舞界的灾难。王小明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声音平淡地说道：行了，老子不想听你们那什么专业的玩意儿，就问你们一件事，多少钱能把这家伙交给我们处理？赵家主毫不客气地打断，他们今日前来就是为了要人，我愿意用我在临安市所有产业交换为我女儿偿命。顾龙虎看着病房中的我，目眦欲裂，旁边是同样痛苦无比的宋婉如。这对夫妻早就没了往昔的风度和傲然，当亲眼看着自己女儿在自己面前被斩首那一刻，他们就只剩下了复仇的想法。不好意思，3位家主，我很理解你们此时此刻的心情，但我们不能将001交给你们。虽然你们身份尊贵，地位显赫，但他属于上京。王小明淡淡看了赵家、唐家2位家主一眼，而且你们女儿干了什么事，想必你们应该比谁都更清楚。如今能捡回一条命，更是应该珍惜。赵家、唐家被王小明这一眼注视，顿时有些心虚的低下了头。只有死了女儿的顾龙虎依然杀意沸腾，看向病房内，没有多说什么，愤然转身离开。自那天以后，我一直在思考着如何离开。我应该出去，离开这里才能够知道真相。想要证明自己很简单，只要找到大哥一家，或者记忆中出现过的人，一切便都一清二楚。入夜，我假装入眠，护工照例进入病房查看。在靠近病床的一瞬间，我突然暴起，护工失去了意识。我换上护工的衣服，正大光明地走出了医院。而我不知道的是，所做的这一系列举动都是在医院的观察下。王教授，这样做风险会不会太大？观察室透过随时定位锁定我位置的王小明一行人都在看着监控画面中的我。如果我在这里的话，一定能一眼认出，此时站在王小明身旁的正是之前出现在我面前4名艺人，只不过现在他们身上都打有绷带，看上去伤得不轻。原来我的预感是对的，一切都并非我的幻想。那天在地下749局凭借罗龙传递的消息成功找到了我的藏身之地，双方也确实爆发了一场恶战，结局是惨胜，他们惨些全军覆没，我最终胜利。我以一己之力对战4名艺人榜前50，成碾压局势获胜。所幸在关键时刻拿到新抑制药的王小明及时赶到，这种抑制药专用于应对我这样无法掌握的民间觉醒者，可以使艺人失去能力。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能顺利擒住我。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我的能力来源是我超强的精神力和异于常人的脑域开发。药物总有失效的一天，所以他们刻意想到了这样一个办：既然我是因为自己女儿被害才失控，那么他们就改变其记忆，让她出现自我怀疑，否定这个角色的存在，让我深信自己就是一个神经病，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同时他们也知道我的脾气，不让我亲眼所见，是断然不会彻底相信的，所以他们刻意安排好了眼前这一切，故意让我逃出医院。外面的一切都已准备好，只等我这个主角上场了。离开精神病医院，我去的第一个地方便是
是自己家。如果大哥大嫂还住在那里，就可以证明自己的记忆没有出问题。陈文，不好意思，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不过我倒是知道这家原来的主人叫陈默，现在就在某某精神病院。打开门是一对陌生的夫妇，面对我的问题表现得十分意外。方便让我进去看看吗？我仍旧是有些不甘心，想要从细节中寻找破绽，可一切都太过完美。通过这里的装潢可以看出，这家人已经在这里住了很久，并非是刚刚搬进来。不好意思，打扰了。我失魂落魄地离开了这个地方，走在人潮拥挤的街道，内心却是无比的迷茫。难道真的和医生说的一样，一切都是自己幻想出来的？女儿也只不过是因为自己接受不了妻子的事实，我也从来没有什么异于常人的能力。我叹了口气，正当我准备返回医院接受治疗时，一道活泼的女声从身后传来：“大侠，好久不见，你的事情办完了吗？”这是一位青春靓丽的少女，发现我后有些惊喜，十分活泼地跳着过来，拍了拍沉默的肩膀，脸上带着阳光般的笑容。不好意思，你是？我满脸疑惑地转过头，不记得一直待在精神病院的自己是在什么时候认识了这样一位少女，但当我看到这张脸以后，却是一阵恍惚，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少女十分自来熟：“不是吧，大侠，这么快就忘了我？我是秦瑶啊，之前你被人追杀，是我救了你。”见我一副愣神的表情，少女顿时不满地撅起了嘴，仿佛十分失望。秦瑶，我呢喃着这个名字，重复念了2遍，脑海中闪过几段陌生的画面，但越回忆，脑袋里便是像有千万根针一同在扎一般，令我痛苦不堪。不好意思，我不认识你。强烈的疼痛感让我不敢停留，只能加快脚步，迅速从这里离开。而秦瑶看着我迅速远去的背影，气得直跺脚，只认为我是不想和他扯上关系，故意装成现在这个样子，会点武功了不起了。本小姐还不稀罕呢。虽然是这样说，但是她还是拿出了电话。喂，老爹，帮我查一个人。哦，没事，这家伙欠我点钱，现在找不到人了。秦瑶挂断电话，眼中露出了狡黠的目光，看到我和少女并没有太多对话。角落里正在监视我的749局成员不着痕迹松了口气，放下手中的武器。如果我在过程中回忆起了之前的经历，人格复苏，他们估计很难能够再将我制服。毕竟现在有能耐和沉默较劲的4名高手，现在都全身瘫痪在了床上，手脚都打上了石膏。而这里也和当时的环境有着截然不同，当时他们身处的地方是在地下，没有太多躲闪的空间，所以才能成功将抑制剂打入我的身体。现在换到空旷的街道，能打中的把握不到2/10。回到医院，怎么样，陈先生，你得到答案了吗？王晓明依然是一副标志性的温和笑容，仿佛一早就知道了这个结果。我失落的点了点头，原来我记忆中的一切真的都是假的。医生，我的病还有机会治好吗？放心，陈先生，只要你每天按时吃药，再配合我们医生的治疗，你肯定会有痊愈的一天。王晓明微笑着说：“那就多谢医生了。”我感恩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向王晓明鞠躬致谢，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来，陈先生，这是你接下来1周的药物，切记每天服用。交代完接下来的治疗计划，王晓明便起身离开了病房。而看着王晓明走远，我的目光变得锐利起来。我是装的，从白天遇到那个女孩开始，我就已经敢肯定这些人在撒谎。那个女孩名叫秦瑶，在记忆片段中，自己曾经为了躲避一个神秘组织的追捕，藏进她的家中。对方的存在证明了女儿并非我的幻想。这些药不能吃，极有可能就是导致自己记忆出现问题的根源。在监控看不见的地方，我将王晓明给的药全部倒进马桶。我不知道这些家伙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这些人希望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精神病患，那我就变成我们想看到的样子。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生活归于平静，就如同普通精神病患一般，起床吃饭、吃药、活动、睡觉，日复一日。我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想要知道自己曾经发生了什么，就必须拿到自己真正的病历。这些家伙将自己关起来，无非就是为了研究。既然是研究，那便肯定有记录。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机会没有先等来，反而是先等来了意外。这一天，我已经入睡，病房的大门突然被打开，一名陌生面庞的护工推着小车走进了我的病房。此时，我的病床上正传来轻微的呼噜声，确定我已经睡着。护工手法十分娴熟地往手中的针管里加入某种液体，抓住，随即便是瞄准了我的手臂。就在这针管即将落下的那一刹那，我突然睁开双眼，对方的反应很快，第一时间抽出匕首，可我本能地用尽全力地握紧对方的手腕，同时膝盖猛然提起，砰！伴随着膝盖撞击皮肉所发出的沉闷响声，持刀男子身形晃动2步，险些摔倒。我顺势松开对方的手腕，同时右腿飞踢，咔嚓，骨骼断裂的脆响声音传出。持刀男子捂着自己被踢碎的左臂，痛苦地嘶吼出声。我冷漠看着对方，再次抬脚朝着持刀男子胸口踹去，这一脚直接将持刀男子踹出去4、5米远。不等对方从地上爬起，我又是闪电般冲过去，一把扣住对方的后颈，将其重重按在地上。说吧，为什么要杀我？这一套流畅的动作，快得连我都有些意外。就在刚才，几乎是本能的，我便是出了这样的招式，这不能再用人格分裂来做解释。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更加证明了医院方面在说谎。我的女儿并不是想象出来，而是真实存在的。一时间，我掐住护工的手指更加用力，感受到死亡威胁降临。护工脸色大变，我也是听吩咐办事，是有人找到我让我杀你，我只知道他姓古。这一刻，我浑身一震，所有记忆涌上心头。女儿失踪，顾家、赵家、唐家，艺人、古武宗师，还有复仇。我想起来了，所有的一切都想起来了，眼神逐渐变得冰冷。我想起那天发生在密室中的事情了，回忆涌上心头，我的表情顿时像是变了一个人，眸中不着痕迹闪过一丝凶厉，不过很快再次恢复平静。时间回到数天以前，我瘫倒在地上，浑身是血，双手双脚被打断，动弹不得。4名艺人合力，纵使我已经觉醒2名人格，并且开发出了野兽人格的所有能力，也终究被打倒在了地上。这一刻的我陷入濒死状态，感受
受到体内的生命流逝的极快，仿佛随着呼吸都会消散在空中，眼皮子越来越沉重。而此时我已经进入了一种奇异的状态，这是一片黑暗寂静的空间。废物，你就这么认输了？就这样放弃复仇了？那2个幕后凶手还没有死，你在做什么？站起来！你这样如何去见我们死去的妻子和女儿？无数声音响起，每一句话都像是刀割般刺入我心间，将我的灵魂撕扯成碎片。我努力睁大双眼，可是眼皮却像是有千斤之重，怎么也挣脱不开。你想要力量吗？想要复仇吗？那就推开那道大门吧，我们可以给你更强大的力量。蛊惑至极的言语填满我的脑海，在我的前方缓缓出现了5道光门。这一刻，5座大门同时开启。为了替女儿复仇，我连续开启了意识空间的5道大门，同时放出了5个危险人格。随后记忆便出现了断片，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完全不知道。在恢复意识的时候，便出现在了医院。看来是749局的人出手，抑制了体内那些家伙。我皱着眉头，目光变得有些凝重。之前光是释放2个人格，便将我这个主人格压制的无法掌握身体，如今整整6个，只怕我会彻底被这些危险人格转变，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杀人魔。停止服药会失去对身体的控制，服药会失去记忆，我必须想到平衡体内这些家伙的方法。思考了片刻，突然间脑海中灵光一闪，有了一个主意，用体内那些正义的人格制衡危险的人格，这或许是唯一可行的方案。在自己体内，除了这6个家伙以外，还有整整30多个人格，这里面总会有正常的存在，比如之前的心理师和警察。伴随着一个念头，我进入意识空间中，44盏光门如今已经打开6道，还剩下38道。我需要在这38道里准确选出6个正义人格，一旦出现任何失误，我将彻底沦为毫无理智的杀人魔。准备好了吗？6个危险人格戏谑地说道。在他们看来，我这样做无异于加快自身的灭亡。我没有回答，只是将目光看向游戏家，主动挑衅道：“你不是很喜欢玩游戏吗？敢不敢出来跟我赌一场？”我的这句话让在场6个人格都是微微一怔，尤其是游戏家，没有想到居然有一天会有人主动提出要和他进行一场游戏。你想怎么玩？游戏家的声音是和外面一样，经过变声以后的我的声音，虽然经过变声，但依然能够听出我的感觉。这种自己和自己说话的感觉十分古怪。由你替我挑选7个不同的人格，这7个人格中必须有6个好人，同时你可以给这7个人制定规则，究竟是说谎还是说实话，最终由我来决定放出哪6个人格。我淡淡的说道。我体内的人格数量一共44名，除去如今已经复苏的6个，还有整整38个。想要从这38里准确找到6名正义人格与邪恶人格相之抗衡，失误的可能太高，但如果将范围缩小到7个，我只需从中找到一个邪恶人格就能达到平衡。而能够知道人格身份的，只有面前这6个邪恶人格，他们自然是不会白白帮助自己的。可别忘了，在6个邪恶人格中，还有个亦正亦邪的游戏家。游戏家的杀人手法固然残酷，却是一种以恶制恶的极端理念。这段时间里被他玩死的大多都是罪孽深重之人，没有误伤无辜。所以我打算赌一把，就赌游戏家和另外5个人格不一样，并非是纯恶，相较于杀戮，他更乐意于制定死亡游戏，审判罪恶。好，我陪你玩。游戏家的脸被面具遮掩，让人看不清表情，也自然无法判断他现在的想法。他是一个聪明人，只用一眼便知道了我的心思。可不得不说，这样的游戏很符合他的胃口。你是白痴吗？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只需什么都不管就能掌握身体，你又何必画蛇添足？见游戏家被我的激将法成功挑起兴趣，一旁的几个邪恶人格顿时炸毛了。为了今天这个机会，他们等了足足3年。他们输不起一点，他们可不想再回到那虚幻缥缈、毫无实际感的世界里去。住嘴！别忘了是谁把你们放出来的。游戏家低喝一声，随即声音变得玩味而充满自信。别忘了，玩游戏我才是专业的。毫不犹豫，他从身后38座光门中选择出了7座大门。来吧，开始你的表演。出于对你勇气的赞誉，我可以给你3次问题的机会。他傲慢地昂着头，慢条斯理道：“你可以开始辨认了。”我点了头。如果是这样，那我的把握就更大了。现在在这些人中，有几人会说谎？游戏家的回答很简单，一共有2人。我点头，表示自己知道。随后又从面前的7道光门中选出了4座光门，并暂时将它们命名为甲乙丙丁38比7的概率缩小为1/7。而现在自己再次将7分为4，若这唯一一个危险人格在其中，概率便再次缩小为4:1；若没有，概率则为3:1。现在在这些人中，有几个人是说真话的？我再次问道。1个。游戏家再次回答，像是有些期待接下来我的表现。我转过头问出了自己的第3个问题：你们4人中谁是危险人格？甲说不是自己，乙说是甲，丙说不是自己，丁说是乙。那我知道了。我露出胜券在握的表情。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逻辑题，名字叫谁是小偷。在只有一个人说真话的情况下，假如甲是小偷，那乙和丙说的都是真话，与只有一人说的是真话矛盾。假如乙是小偷，那么甲、丙、丁说的都是真话，也与只有一人说的是真话矛盾。假如丙是小偷，那么只有甲说的是真话，所以丙是小偷。根据以上推断，可以判断出丙是危险人格，所以除了丙以外的6个人格都是好人格。确定心中的想法以后，我毫不犹豫当场打开另外6道大门。这家伙怎么会知道？看到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6名危险人格都是显得极度惊愕，尤其是自认为胜券在握的游戏家，若不是还有面具遮掩面貌，此时恐怕脸都是铁青的。自己居然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输给了被他认为是废物的主人格。随着刺目的白光，6道危险人格再次被压制，我终于彻底掌握这具身体。这一刻，我也终于知道6名危险人格的能力，竟然都是以我曾经看过恐怖电影中的凶手为原型。譬如智商极高，能够制造精妙机关，不需出面便可以杀人的游戏家，其实就是以电锯惊魂数据为原型存在。剩下的5个人格也各有千秋，野兽能力就像是西方传说中的狼人与吸血鬼的融合，力大无穷，生命力极强。连环杀手杰克精通各种杀人技巧，回魂小丑以敌人的恐惧为食，对手越是恐惧，越是无法战胜他。反之，若是心中毫无恐惧，他和游乐园中普通小丑没什么区别。最后一个便是有不死之身的杰森，就算被砍下脑袋，千刀万剐，也无法将其杀死。这些能力不可谓不恐怖，随便
便挑一个拿出去都是足以终结一切的存在，但这样的能力却偏偏全部聚集到同一个人身上。我的嘴角微微上扬，现在是第2回合的开始，自己体内的这些人格或许能力都很变态，但他们的性格上都有缺陷，数据太过骄纵自大，太喜欢玩弄人性，这才给唐赵家那2个小畜生留下活着的希望。野兽更不用说，除了力量以外根本就没有大脑，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凡敌人给他设置陷阱都会主动送上门去。其他几个邪恶人格尽管现在还没有接触，终归也是一样，这些家伙说明白点，只不过是我人格分裂的产物，甚至都不能算作一个正常的人，又怎么能和我这个主人格相比？我嘴角露出一丝笑意，从现在开始才是属于我的真正复仇。这一次我的目标是顾兆堂3大家族，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在意识空间中完成，现实之中仅仅是一刹那时间过去，我睁开眼依然一副无事发生的模样。谁也不知道现在的我已经同时唤醒了体内12个人格，达到了彻底平衡，即使不服用抑制剂也不会再感受到之前那样头痛欲裂的感觉，甚至我可以完美掌握12个人格的能力。这个家伙我倒是要感谢他的到来，要是没有他的这次刺杀，自己恐怕还没办法这么简单想起过去的事。回到现实的我看着面前战战兢兢的顾家杀手，顾家不愿意放过自己，这一点在我的预料之中，他们都是有女儿的人，某方面来讲他们的想法是一样的。我知道顾家不会放过自己，正如同我也不会放过顾家。还有另外2个畜生驯服了体内的6个不安定人格，现在我的心中格外平静，不似之前半疯魔的模样，我也可以冷静下来去布局接下来的事情。经过一次打草惊蛇，749局的防御相较于之前恐怕会更加严密，想逃离出去的难度自然也就更高了一些。不过这对于现在的我而言不算太大的问题，我思考的是如何应对逃离出去以后来自4面8方的围捕。我杀了罗龙，得罪了古武界的宗师，同时还要面对749局的异人，3大家族的杀手。现在我人在医院，顾家的杀手都能潜入到这里来，更别说离开以后。在这种情况下想复仇难如登天，那么这个人该如何处理呢？我的目光又放回顾家派来刺杀他的杀手身上，想了想，我还是决定将其放走，小不忍则乱大谋。今天在这里杀了对方，那王小明必然会察觉到异常，这样对我日后的计划非常不利。现在考验演技的时候到了，等杀手满脸惊恐的逃走以后，我这才装作头痛欲裂的滚倒在地，故意发出巨大声音。此刻我的模样就像一个被疼晕过去的精神病人。直到这时，病房的警报声这才响起，正在监控室中打着瞌睡的医院护工从睡梦中惊醒，看到监控中的画面，顿时吓得站了起来，一边喊人一边冲向电梯。片刻之后，医院内的护卫纷纷赶到，他们并未贸然闯入，而是先通过门窗观察情况，确认了我已经昏迷过去以后才推门而入。什么情况？为什么会有杀手潜入我们这里？王小明少有的情绪激动，他愤怒地盯着负责查看监控的护工，到时候又将引起一番损失。倒不是他有多么关心我，而是害怕杀手会刺激到我体内那些危险人格。护工额头上的汗珠滴答滴答落下。王教授，对不起，是我偷懒了。啪！王小明甩手就是一巴掌扇了过去。蠢货，现在还说这些有什么用？赶紧把那杀手追到，查清楚到底是谁这么大的胆子。就在这个时候，一直躺在病床上的我却突然坐了起来。我捂着脑袋看向王小明教授，我好像想起了很多事情。王小明瞪大眼睛看着我，眼中充斥着震撼和惊骇。其余几位护工也一样，这家伙该不会真的想起自己的身份了吧？顿时间，所有人心中无限警惕，不着痕迹地远离了我一些范围。陈先生，你想起了什么？王小明试探性地问道。而我看着众人这样一副担惊受怕的样子，心中嘲笑，面上依然装作一副恍惚的样子。我刚才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好像什么？众人脸上的表情更加的不自然，王小明更是不着痕迹后退到众人身后。